森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老人们常说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意思是地包天的人有福气，家里比较殷实，一生都会不愁吃穿，而天包地的人就没有福气了，吃不好穿不暖的。当然这只是以前人比较迷信的说法而已。那什么是天包地，什么是地包天呢？那天包地和地包天面相的人命运如何？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下面小酱汁带着这些疑惑给酱友们具体讲解一下。一、什么是天包地和地包天？一、天包地的面相。天包地指的是上颚的牙齿始终包不住下颚的牙齿，下巴凹下去的现象。有天包地的人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而且对其命运也会有极不利的影响，一生难有大成就。而且这类人易受到家人的拖累，同时需要多预防消化道方面的疾病。二、地包天的面相。所谓地包天指的就是下排牙齿包住了上排牙齿，俗称兜齿，这样就会显得下颌比较大。这种人往往都是下巴往前倾。以前人认为下巴朝前可以接住上面掉下来的福气，所以人们就觉得地包天的人有福气。相传朱元璋的相貌就很丑，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下巴很长而且朝前。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马云，下巴也长并且向前突出，因此古人所说的地包天并不是说牙齿，而是指下巴圆润超前并且上翘。如果单纯的牙齿地包天，那是一种病，需要矫正的。牙齿最好还是平齐白润最好。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的上排牙齿代表父亲，下排牙齿代表母亲，上压下也是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古人所说的男尊女卑。父亲的权势压制了母亲，而地包天的牙齿成了下压上，意思就是母亲在家里当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怕老婆。二、天包地面相的人命运如何？一、天包地不是吉祥面相。俗话说天地合一，一个人的面相也是这样，只有天地合一，相互平衡，才会有好的运气。而天包地面相打破了这个平衡，畸形的面相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而且也造成了这个人命运不顺利的结果。天包地的男人会克妻，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要能合一。然而地包天的男人由于天盖住地太过，打破了这个平衡，地就会受伤，因而阴阳不平衡，阳盛阴衰。所以面相上天包地的男人会比较克妻，而且男人以妻为财，所以同时天包地的男人一生财运多舛，最好佩戴一些旺财事物，如黄玉貔貅手链来催旺自身财运。而且天包地的形状有点像鸟嘴，有点公鸡状，所以天包地的男人也容易有暴力倾向，非和善之人。三、天包地的女人丈夫病弱。天包地面相如果出现在男人身上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女人身上出现，那就是阴阳颠倒了。这类女人就是所谓的天生的女汉子，她们过于刚烈，这类女人的丈夫要么就是身体比较病弱，或者是性格比较柔弱，像弱女子。这类面相的女人通常都是家庭的支柱，日日操劳，活的就是劳碌命。而且天包地的女生同时也是性格比较暴烈，一般在街头骂街的悍妇多长有天包地的面相。天地合一，阴阳中和，这才是最富有的面相。而天包地面相无论男女都打破了这个平衡，难以大富大贵。三、地包天面相的人命运如何？一、地包天的人城府深。地包天有一种说法是上齿代表父亲，下齿代表母亲，上压下是父亲强权压制母亲，下压上实际上是母亲强权压制父亲。另外地包天的人多下巴前探，这样的人特点是做事深思熟虑，想好了再做。其他部位好的话也是一个优势，会很有城府，深谋远虑。其他部位不好的话则行动迟缓，犹犹豫豫，当断不断，优柔寡断。地包天不要配吹火嘴，就是两唇薄而突出，像撅起来吹火的样子。这样的人容易只说不干，而且喋喋不休，一吵架就来精神，嘴很碎，而且无尽无休。但要注意，相不独论，看面相要综合判断，而且你的形容和相师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只是就一个部位而说，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的依据。二、地包天的男人晚年享福。同样，男人为天，天被地包住了，
证明均备晨期。所以一般地包天的男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一般都有一个极为严格的母亲，让他备受压力。而地包天的男人在成年后也容易遭遇比较强势的女人，事业成就都容易被自己的妻子或者女同事盖过，自己也难以出头。但是好在地包天地格朝风，晚年还是可以过得比较宽裕。3. 地包天的女人六经渊博。地包天的女人由于地势风，所以一生衣食无忧。所以女生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福泽深厚。但是唯一不足的就是女生地包天利己不利亲。地包天的女人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地包天的女人，她们身边的亲人福寿会和自己的遭难相抵消，所以不利六亲。4. 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是真的吗？地包天有吃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下巴圆润朝前，而且上翘的人有吃穿。其实有些人的牙齿好好的，也会出现下巴朝前的现象。因为以前人只看外表，并不会在意里面的牙齿，觉得下巴朝前肯定是牙齿的问题，所以地包天主要在于突出下巴，所以嘴巴就不能朝前凸了，就像是撅起嘴巴吹火的样子。这样从上往下看，嘴巴就挡住了下巴，也就看不出下巴朝前了，没什么意义。以前人认为地包天的人由于下巴比较突出，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容易掉出来，有助于节约粮食，而且福气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下巴突出就能接住天上掉下来的福气，所以才有了地包天有吃穿的说法。2. 地包天穷到底，这句话刚好与上一句相反。其实一般人的牙齿都或多或少有点天包地的意思，这种人一般都是下巴往回缩，上嘴唇比较突出。由于上嘴唇突出，吃东西就是容易掉出来，但下巴又往回缩，不仅接不住食物，也接不住上面掉下来的福气。所以人们认为天包地的人连自己的食物都吃不到嘴里，何况是外财呢？所谓人无外财不富，连自己的家财都守不住，那只能是穷到底了。当然这也只是以前人的迷信思想而已，这里所说的天包地也不是说牙齿，而是说下巴。地包天有吃穿，天包地穷到底，这两句话放到一起，其实是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做人要与众不同。就像古人所有的面相都是这个意思，比如鼻子要大，比所有的鼻子都大，耳朵也要大，嘴巴也要大，反正只要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是特殊，特殊就是福气。当然这只是有一定的概率而已，其实这与人们平时干的事情也是一样，大家都在干的事情往往只能是养家糊口，只有别人不看好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机会。比如所有人的下巴都是向下或者往回缩，而少数人的下巴朝前拱，那就是特殊，因为财富永远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自古以来，下巴在面相里就有很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来说，下巴为面相12宫中的奴仆宫，代表着一个人的福缘和老人运。那么什么样的下巴象征着一个人命运好呢？什么样的下巴又象征命运多舛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5种苦命下巴。尖下巴。从面相学的角度来分析，尖下巴的人大多非常的有想法，这种人特别的爱思考，喜欢追求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满足，凡事喜欢寻根问底，但是却非常的自我，想法有时候也非常的不切实际，做事不够踏实，有些好高骛远，对家庭缺乏责任感，不喜欢受到束缚和约束，凡事我行我素，不太懂得照顾家庭和家中人的感受，不宜过早结婚。蟹下巴。所谓的蟹下巴在相学中也称缩下巴，也就是下巴往后缩的意思。长有这种下巴形状是一种比较糟糕的状况。一般来说，长有蟹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冲动，做事缺乏主见和想法，考虑问题比较的狭隘和极端，整天喜欢胡思乱想，思想方面容易出问题，个人能力不足，因此晚年运势往往不太好。方下巴。所谓的方下巴指的是下巴部位长得比较方阔，一般来说，长有此种下巴的人大多体型方面也比较的健壮一些，
腮骨方阔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和脾气方面一般比较的固执和倔强，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踏实，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意志力比较坚韧，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对事业对家庭都非常的有责任感，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不过平时略显严肃，生活情趣方面略显不足。4. 短下巴。短下巴很好理解，就是下巴的长度长得比较短，看上去就像没有下巴一样。这种人大多性格都比较内敛，平时不太喜欢表达和沟通，但是这种人却非常的重情义，不过处事方面有时候喜欢率性而为，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思考，忍耐力不足，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喜欢放弃，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直接，不够圆滑和灵活，做事非常的极端，晚年容易孤苦无依。5. 歪下巴。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歪斜不正，从而导致整个下庭不正，则往往这样的人做事武断，不喜欢听从别人的劝告，从而导致他们会走不少的弯路。所以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手里也没有多少钱，心性不好，总是喜欢走一些歪门邪道，完全就没有正行，估计还会处处遭到自己家人的嫌弃，婚后的日子自然也过不好。4种富贵下巴。1. 圆下巴。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很有爱心，喜欢帮助别人，特别的容易相处，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多，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帮助其渡过难关，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女人下巴圆润的话能够旺夫生财，男人下巴圆润的话则做事稳健，善于处戏，属于富贵相中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2. 长下巴。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的严苛，意志力较为强大，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努力坚持的把它做完，不喜欢中途放弃，而且特别的重情重义，懂得为他人着想，有着很强的家庭责任感，属于难得的好伴侣。女人下巴长一般比较热心肠，属于外刚内柔的性格，人缘非常的好。男人下巴长则意志坚韧，上进心强，个人能力也比较突出，往往能成大器。3. 兜下巴。所谓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圆润厚实，且向前方微微翘起。长有这种下巴的人一般行动力非常强，敢想敢干，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而且性格特别的和善，富有仁爱之心，非常的容易相处，朋友比较多，常有贵人出手相助，做起事儿来也是有始有终，往往能够取得成功。而且这种人待人非常热心，做事儿非常踏实和用心，往往能担大任，晚年子女贤孝，生活幸福。4. 双下巴。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尤其是有双下巴的人，往往自身聚财存钱的能力会非常的强，心胸宽广，有主见，个人的能力强，早晚都会取得成功。而且拥有双下巴的人，他们自身的心胸宽广，有责任感，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都会取得极大的成功，在事业上的能力出众，自然也不会缺钱花，后半生福气绵绵，有赚大钱的能力。不同的下巴有着不同的命运，除此之外，有的人下巴也会长痣，这也会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下巴上的痣有着什么含义呢？接着往下看。1. 下巴左边有痣。下巴左边有痣代表着富贵荣华，因为左下巴主财富，这个地方长痣，那么就代表了财富多数则伴随终身。不过这里所主的财富多以不动产，比如房产等为主，所以比较适合投资或祖上留有遗产。2. 下巴右边长痣。下巴右边有痣代表着权力地位，因为下巴右边和权势有关，这个地方长痣代表着这个人在事业上可能会发展为领导之位。3. 下巴正中有痣。下巴正中且靠近嘴唇的地方有痣，代表着这个人钱财方面可能出问题，需要小心谨慎。靠近下巴底边的话，那就代表这个人可能比较好色。4.
承浆处有痣，承浆是指下唇中间凹入的地方，属于下巴与唇之间的位置。古代人一直以为人若行至承浆之运，已属晚年。若此处饱满有肉、红润或透白光泽，无纹侵质破，代表衣饰丰足，可享晚福。忌黑青之色，如青年人在此部位呈现黑气，容易在水上活动时碰到意外，宜多加提防。此外，古人认为承浆被凹代表酒量好，平满代表多饮多醉。假如承浆被纹侵质破，代表其人饮食容易出问题，例如肠胃敏感、食物中毒。同时，假如此处长痣的话，代表人时常改变居处，也代表其人能喝酒。如是恶痣，小心醉酒与水恶。女人有恶痣，要提防夫妇感情不睦。5. 松堂处有痣，处于承浆之下、地格之上的位置。人生70古来稀，运至松堂，气色一见白润或透红为吉兆。如出现带红丝的乱纹，则会孤独终老；有黑痣，则会移居外地，离乡别井。松堂既见削线枯黑，若须枯梅落，神志身轻，生杀破气，便难行晚运，将近寿终。6. 地格处有痣，地格处位于松堂之下，以及下巴的末端，为人生的最后一个大关。地格一定要饱满有肉，方能行晚年运，得儿孙绕膝承欢，福乐满堂，行以元厚为佳。主见富，如下巴呈方形，则老来劳碌之象，未可安享清福。地格既凹陷、歪斜或尖削，因下巴尖削，乃福薄、孤独终老之象。若地格处长痣，不利感情运，亦有外来诱惑。如是恶痣，晚运不佳，生活运、家庭运、物质运、财运都不安定，也要注意防患水灾及酒毒之伤害。7. 腮骨处有痣，腮骨是下巴的外沿，如果腮骨有痣，代表坚持力差，朋友有难就会溜之大吉。左腮骨有痣，对新朋友不忠；右边腮骨有痣，对老朋友不忠。8. 地库处有痣，包括左右2个地库，如果这2个地方有痣，主富，代表一个人有钱富有，且多实业、物业、产业，一生能有很多的财产。下巴不同命不同，一个人的下巴蕴含着自身的命运。如果你的命运不是太好，那么就需要在后天更加努力，否则生活必将不如意。所谓阴德，就是指暗中做有德于人的事儿。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儿，只有自己知道，这种行为就可以积累到阴德。所谓阳德，就是有漏之福。有些人经常行善积德，但却同时又消耗自己的福德。假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儿，又享受到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那么他所积累的福报就会被消耗掉。而阴德不同，阴德是无漏之福，简单去理解，就是你积累了福报以后，不去消耗福报，使福报一直凝聚在你身上。时间久了，你身上的福报越来越大，甚至可以惠及子孙后代。而一个人有没有阴德，都会在身上体现出来。比如说阴质纹，就是讲人积累了阴德，就会在脸上留下痕迹。那如果做了缺德事儿，身上也应该会留下痕迹，这个是一定的。通过五官可以看一个财运、父母、子女、福德、寿夭。那一个人命运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天道成父，就是过去的善恶因在人身上留下痕迹，可以看清自己，看到自己哪里不足，哪里需要加强。做了一点亏心事儿或者一点点善念，在脸上不能一下子表现出来。但你如果做了大坏事或者大善事，多坏事或者多善事，脸上就会体现出来。表现做坏事或者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主要是在这几个地方表现。1. 印堂。在面相学中，印堂被称为命宫，主人一生荣枯。人假如做了亏心事儿，或者祖上失德，或者前世失德，在印堂处便会有一条悬针纹。这条悬针纹上克父母，下克妻儿。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有此悬针纹，真的是上克父母，下克妻儿。这个克不一定是克死，非常多的都给父母妻儿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及不幸。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约3年后，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
它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后来变弯了，转到一边去了，这就叫做悬针转角，转厄运为吉祥。他从前总是倒霉，父母妻儿4人，总是轮流生病，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的，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可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2. 眼下，眼下称为子息宫、阴德宫，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从小眼下或是平满的，有黄明之光的，是谓有素德有仙骨。从小就有眼袋或者黑眼圈的，或者眼袋下陷，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先天肾虚。所以相法上说，这种人子息弱，不容易生孩子。所以这种要勤修静，清心寡欲，广积阴德。眼隐隐卧蚕，中医都知道，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肾主精气，精气严重亏损，云何正道？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的，如隐隐卧蚕。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如蚕之色，故称为隐隐卧蚕。广积阴德，做了很多善事的人，眼下会有1重或者2重或者3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纹细而有光泽优美，是名阴德纹。若果善人行善，广利众生，眼下就会出现此纹。如果你常行善，眼下出现了阴德纹，那恭喜你，这是增福延寿、子贤孙贵之征兆。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即发不善之心，眼下就会发黑下陷。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竖纹，如针刺眼，此乃克子行孙之征兆。3. 脖子光亮，人要的长生不老，青春常驻，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如果一个人的喉轮打开后，不管是100岁200岁，脖子都是不显老的。4. 法令纹，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纹，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法令入口，名为饿死相，又名腾蛇入口。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但最起码老来孤苦。此纹是随着人的心态行为变的，行恶则入口，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贴口延长之下巴，这种法令称为寿带。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不要紧，反省忏悔，常行诸善，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如果原先只有1条法令纹，后来行善改过后，在原先的法令上像树枝一样又生出1条，名双龙出海，既寿有富贵之征兆，乃善也福报。5. 延寿毛相，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不悔不疑，至晚年，眉尾会生出3、5条特长的眉毛，此眉名五彩眉，乃德高望重，延年益寿之征兆。又耳内生毛，乃高寿之吉兆。又中老年人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乃是吉兆。如果中老年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从里到外脱发，乃凶兆。德行欠缺之象，当止恶行善，转厄运为吉祥。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得知自己已经通过行善或者作恶改变了命运，但篇幅有限，我略说之。以其众人了解命运乃自己所做事善恶因果所致，并能勤行诸善，广利众生。用一句话讲，就是做人要修阴德，积累阴德。做阴德就是带着无求的心去做善事，也不图回报，不图看好的去做，这就是阴德。不管出家在家，做阴德事都是必须的。天地之间有股大的力量在操控着，当从阴至文就可以看出，人做的一切都逃不过天的眼睛，所以无论如何，先积累阴德很关键。下面这4件事最积阴德，一定要多去做，哪怕你经常做1件事，也会功德无量。第1件事，多结善缘。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不要与人结下恶缘，广结善缘其实就是在积累福报。佛教认为世间一切皆因缘和合而成，人与人会相遇，也是因为有因缘的和合。如果你经常结恶缘，就是会经常遇到使你倒霉的人和事儿，就会经常损耗自己的福报。
若是能广结善缘，哪怕与人相处时经常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坚持这样去做，就能够积累无量的功德。积德行善不在于你做了多么伟大的事业，而是从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积累而成。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只要坚持与身边的人结下善缘，将来你就能收获善果。第二件事，相信因果。古话说举头3尺有神明，其实这里的神明无非就是因果，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就算无人看见，恶因也必然会形成恶果。古人说，莫疑因果无人见，远在儿孙近在身。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相信因果的人，这件事本身就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很多的人认为行善就一定要有行动才行，其实不然。一个人只要心生善念，这个善念也是一件善事，也会带来一个善果。佛教认为是众生造业，除了行为，还有他的意识和想法。想法是善的，就会造下善业；想法是恶的，自然也会招来恶果。第三件事，精进口业。佛教认为说话其实也会损耗福报，说话其实也能够积累福报，就看你经常说什么话。口业是患苦之门，祸累之始。如果你能去清净自己的口业，不说妄语、两舌、恶口这些造恶业的话，经常说善语、利益他人的话，福报就会越积越多。要想积阴德留给子孙后代，平时就一定要修口业，不要乱说话，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儿，能不说话就不要说话。第四件事，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是最积福报的。佛教经典说，善男子是故汝等，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异。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在供养佛菩萨，只要坚持孝顺父母，功德远远大于你每天都去烧香拜佛。经常孝顺父母的人可以得到4种善果：第一，颜色端正；第二，气力丰强；第三，安稳无病；第四，健康长寿。或许有朋友要问，积阳德行不行？能否也有好效果？小酱汁以为，凡是积德不分阴阳总是好的，比如企业家们慷慨捐赠救灾，或者是出钱修建学校等等，比如大家自愿做好事，为他人的生存或者幸福出微薄之力，都是积德，都能使自己和家人延年益寿，幸福人生。小酱汁再次与朋友们共勉：1命2运3风水，4积德来5读书，风水和积德就在大家身边。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